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今天这一双超高帮的闪现 Elite 终于来了。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48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匹克在去年感觉真的是一蹶不振，推出来的篮球鞋在产品力方面的表现真的是不太行。而从前年就已经开始曝光的那些大家一直都非常期待的篮球鞋，像是什么超级大三角啊，还有我手上的这个闪现 Elite， 都是一拖再拖，一直都不发出来，感觉他们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热度都快要被自己给玩没了。好在这一次它真的来了，并且这一双超高帮的闪现 Elite， 在我体验完之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双鞋值得我们这么久的等待。这一双鞋在外观方面自然不用多说，绝对是帅的，就连我家领导看到了它都忍不住说这一双鞋是真的好看。但是外观好看是好看，你真的要去驾驭它，你必须要拥有一对美丽的小腿，不能太粗，跟腱也不能太短，不然穿在脚上，你的腿看上去就会像猪蹄一样。这种超高帮的篮球鞋对于腿比较短的兄弟真的是不太友好。在外观方面，除了这一个超高的鞋帮之外，就只有前掌外侧的这一块碳纤维的饰片是低帮所不具备的，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试售，价格到底是多少。据我了解到，这双闪现 Elite 应该是在4月28日正式开始发售，吊牌价是799，当天到手的价格估计是在600出头一点的样子。如果真的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兄弟，一定要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它在实战方面的体验。在大地方面，它跟之前的闪现3没有任何的区别，抓地力这一个点，大家依旧可以绝对对匹克放心，不管是抓地还是吸灰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耐磨表现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差一些，在硬度机的测试下，大底的橡胶硬度在60左右。如果想用来打外场的朋友们，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打消掉这一个念头。我手上这一双鞋，我只在室内穿过2次训练，加上2个全场，它在发力点位置处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磨损痕迹。而且我最近因为膝盖方面的伤病，打球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一些收着的。这一双鞋我只推荐大家进行室内的实战，室外就不要考虑了。在中底方面，这一双鞋相对于之前的闪现3代来说，它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这一次的中底使用了全掌的轻弹框架，加上内部内嵌式的全掌 P-Zoom Plus， 在脚感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弹大于软，在跑动的过程中，脚底下的反馈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它并没有搭载什么产型碳板或者是前插式的 TPU， 但是它在跑动时的滚动感表现真的非常棒。它的中底调教会有一些那种跑鞋的感觉，非常弹。而这一种出色的力反馈，则会让球鞋在跑动的过程中拥有更为出色的跑动感受，真的特别舒服。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在拥有软弹脚感的同时，在中底的重心方面控制的也非常出色。场地感表现非常棒，这一点也算是延续了闪现3代身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明显控制的比闪现3要好了非常多。穿在脚上，它完全不会有那种前高后低或者是前低后高的感觉，前后掌的落差控制的非常不错，这一点也是大家会非常在意的一个地方。这一次的中底调教，我觉得非常棒，非常出色。较低的重心加上它韧弹的中底，穿它在突破的过程中完全不会出现泄力的情况，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非常棒。这双鞋的中底，我可以说是匹克迄今为止推出的最强的一个中底，反应性出色，场地感优秀，滚动感也很强，缓震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180斤的体重，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不会有什么震脚的感觉。这一副中底的调教真的非常棒，体验感非常出色。我不知道已经有多久没有在一期我没有恰饭的视频当中用上这么多的非常了。这一双鞋的中底绝对可以满足90%甚至是95%的后卫或者是锋线球员的所有需求，真的非常棒。但是它的中底真的这么牛逼，没有任何槽点吗？前面我已经把大家的购买欲望拉到了顶点，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来泼一点冷水。它后跟处外露的缓震材料让它在后跟处的稳定性多少有一些损失，由于外部的框架偏软，导致有时候在后跟着地的时候，它的稳定性会有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它超高的鞋帮就起到了非常明显
显的作用。如果跟闪现3一样，使用相同的鞋帮高度，它在实战方面一定会有所提升，但是它后跟处这个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就一定会被无限放大。但是它的这个超高的鞋帮很好的加强了球鞋所提供给你的信心。你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你确实会感觉到后跟有一点不太稳的感觉，但是它的鞋帮能非常好的固定住你的脚踝，不仅能在心理层面给你提升很大的信心，在物理层面也同样会让它的保护性得到明显的提升。不过它在鞋面的内部填充这一块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在舒适度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在前掌的弯折点处以及在球鞋鞋帮的弯折点处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硌脚感，而且因为它的内部填充做的不太到位，加上它的鞋带孔布置的略微有一些靠后，这就导致了它在前段的包裹调节范围是比较小的。我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顶脚趾的情况，这一方面的体验真的不是特别好。而且超高帮的篮球鞋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穿脱会比较的麻烦，每一次穿脱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其他鞋款的数倍，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到。它的鞋楦宽度是属于正常的鞋楦宽度，对于脚型的适配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是窄脚或者是正常脚型的朋友，那就跟我一样，按照 US 尺码减去1码来进行选择。我平时都是穿 US9， 这一双鞋我选择的 US8 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的脚型略微偏宽的话，就按照 US 尺码减去半码来进行选择。高脚背的兄弟们也不用担心，它的内靴调节范围是比较大的，只要松一下这里的鞋带，就完全不会出现压脚背的现象。它的整体包裹锁定做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除了会略微有一点点顶脚趾之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槽点，而且它的顶脚趾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严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整体的支撑抗扭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一点我相信穿过闪现3代的兄弟们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疑义，对吧？闪现3代这一双鞋也已经推出了大概得有2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也没有人会去质疑它在强度方面的表现，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过多去赘述它在强度方面的表现了。反正我觉得支撑没有问题的篮球鞋，你们放心就完事了。不过它在足弓支撑方面的表现就略微有所欠缺了，可能对于低足弓的朋友们来说会比较友好一些，但是正常足弓或者是高足弓的兄弟们，我建议你们还是更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这样它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依旧出色，单支41码的闪现 Elite 重量是376克，再加上它合理的重量布置以及优秀的鞋脚一体性，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也是同样非常轻质的，非常不错。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在国产篮球鞋日趋同质化的今天，能看到这么一个产品放在我的面前，我觉得用惊喜或者惊艳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是会比较贴切一些的。匹克从太极推出的那一刻开始，开启了所有国产运动品牌们在中底科技上面的较量，但是在这么多年过后，这一个当初的发起者好像逐渐被其他品牌追上，甚至是超越。所有消费者们对于匹克的态度都空前的一致，匹克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做不出任何一件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一直在搞着他们的 PPT 宣传，实物根本就拿不出来。虽然大家期待已久的超级大三角至今也了无音讯，但是这一双闪现 Elite， 我觉得已经是对消费者们很不错的一个交代了。出色的实战体验，帅气的外观，再加上合理的定价，我相信这一个鞋款今年一定会成为匹克销量最高的篮球鞋，甚至没有之一。后续我也一定会再购入几双其他配色的闪现 Elite， 不为别的，就因为它真的好穿。这一双鞋是我穿过迄今为止匹克旗下最好的一双篮球鞋，也是今年我穿过我最喜欢的一双国产篮球鞋，我为我的这一句话负责。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